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常有初学佛的人问，什么是生死无常？为什么学佛就要了脱生死？看破死生无常是不是一种消极的观念呢？一般人一谈到无常，往往会认为这是消极悲观的，其实这是对无常本身的不明了。我们最恐惧的是对死亡的一无所知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，怎么死，死了之后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。而只有看破死生，才能出入生死，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没有恐惧的境地。当我们踏上了不生不死的境地，我们就不会对生死心生怖畏。看破死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宣化圣人在面对生死自由这个问题时曾说，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多数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糊里糊涂的生出来，又糊里糊涂的死去。在生和死的期间，为名而颠倒，为利而颠倒，为色而颠倒，为要吃好东西而颠倒，为享受而颠倒。为什么会颠倒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做人的本分，所以忽天忽地，由生到死，总不想求一个真正的明白，了解做人的根本意义是什么，还整天追声逐色，在声色名利上用功打转，只知道天天去找钱维持生活，可是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而生活。如果我们单单为了吃饭、穿衣服、睡觉，那么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呢？很多人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，所以糊涂生又糊涂死，甚至到死的时候还是挂东挂西，挂子挂女，挂着财产放不下。可是再怎么放不下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该到死的时候还是得死。我们学佛就是要明白生死，进而通过修行来解脱生死。生死的事情如果未明了，那么做什么事都将没有意义。所以各位学佛的人，首先一定要把根本问题给认清楚，要明白怎么样活的，怎么样死去，要明白做人的任务究竟是什么。你如果能够明白这个任务，就不至于那么糊涂了。古人曾说道，来时欢喜去时悲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不如不来亦不去，亦无欢喜亦无悲。来时欢喜的意思是，生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小孩子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去时悲的意思是，到死的时候大家都很悲哀，哭哭啼啼。来的时候笑，去的时候哭。人生下来时就欢喜，见到人死的时候就哭。小孩死了也哭，老年人死了也哭，中年人死了更哭，太太死了丈夫也哭，丈夫死了太太也哭。到底哭有什么用？这就叫糊涂。空在人间走一回的意思是，这一生什么事情也没有明白，来时无，去也无，一点儿也没有赚，甚至还亏本。亏的什么本呢？人生在这个世界，如果做了善事，功德就会往上升，而一旦造了恶业，功德就又会往下降下来。至于那些既没有做过善事，也没有做过恶业的人，他们的功德便不升也不降，既不会上天堂，也不会下地狱，而是一直在人间这化学工厂中打转。而我们人就是个小化学工厂，只要在你的思想里加上点什么东西，就会发生些神奇变化。如果加上善功德，你就会往上升一升，升到天上去做天人，或做人间的人，或者做阿修罗。如果你加的是恶业，你就会往下降，堕落到地狱，做恶鬼或畜生。而你既没有上天，也没有下地狱，那就在人间度过平平常常的一生。要说人间这一生吃的也不少，穿的也不少，睡的也不少，但到底你得到了什么呢？还是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。所以说，空在人间走一回，不如不来亦不去的意思是，像这一类的生命，我们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什么大的意思，还不如不来亦不去。亦无欢喜亦无悲的意思是，不来就没有一个欢喜，也没有一个悲哀，这不是很平静的吗？可是人都是不甘寂寞的，没事情的时候总喜欢找一点事来干，所以始终在六道轮回里转来转去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在那儿做糊涂人。你说那个人明白吧？他明白了什么？我不相信他明白，他明白的只是世间上虚妄无常的相，所以心里常常有烦恼，常常不快乐。
你说人活着到底有什么用？既然明白了做人没有意义，那么就要找出做人的真正意义在哪里。就先由我身上说起吧，我觉得人命无常，在呼吸间。古时候曾有这么3个老年人，一个90岁，一个80岁，一个70岁。有一天，这3个老翁在一起聚餐联欢。70岁的那位说：“今年酒席宴前会，不知明年又少谁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今年我们3个很高兴的在一起喝酒吃饭，可是不知明年我们3个人之中谁会不在。80岁的听后说道：“你说的太远了，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天提不提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今天晚间我把鞋和袜子脱了，明天我都不一定还能穿上鞋和袜。90岁的老翁听后则说道：“你说的也太远了，我这口气出去，那口气回来不回来，我都不知道呢，因为他已经90岁了。”大家不妨想一想这3位老翁的言论，你们能有把握不死吗？再来给大家说个故事，有一个中年人死了，到阎罗王那儿说：“我明明年轻少壮，还这么健康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？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呢。而且要叫我来，你也不预先通知我一声，给我打个电报或者写封信也好的嘛，好让我有个准备，这太不讲道理了。”阎罗王听后则说道：“我其实早就已经给你捎了好几次信了，只不过你都忽略了，没有注意。”中年人听后很是疑惑：“你什么时候给我捎信了？”只见阎王回答道：“我捎给你的第一封信是当你的邻居生了个孩子，第2天就死了，你有没有想到你也会死？”中年人听后很是疑惑：“啊，这封信是给我的，我不识这个字，也不会读这封信。第2封呢？”阎罗王说：“你看和你差不多年纪的人也死了，这就是第2封信。但我没想到我也会死，那第3封信呢？”阎罗王说：“你看看老年人，耳也聋了，牙也掉了，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，想想将来会轮到你呢？这就是我给你的第3封信。”中年人听了垂头丧气，无话可说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这些信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注意到。注意又有什么用呢？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时候我们就要好好学佛，要学了生脱死，要对生死有把握，能生死自由。一般人讲的自由是假的，生死自由就是你愿意活着，活多大年纪都可以，愿意死随意死，随时就死。说来说去，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知道了，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知道。学佛法就为了来去自由，生死由我，阎罗王也管不着，他打什么电报捎什么信儿，我也不需要理他。那么想要生死自由，该从何做起呢？这其实很简单，并不玄妙，也不需要每天念个什么咒给阎罗王。这儿有6个宗旨，只要大家能以这6大宗旨为基础，再锻炼你的身心，生死就会自由。第1个宗旨，不争。不争就是包括不发脾气，要一点脾气也没有，和谁也不能发脾气。不发脾气了，无名烦恼也就减轻了，而烦恼断了，就会生出智慧来，会开始用慈悲心来待人了。第2个宗旨，不贪。不贪财，也不贪色，不贪名，也不贪利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所要的我都给你。第3个宗旨，不求，即不向外持求，不应得的东西绝对不要。第4个宗旨，不自私。我们不能成佛而堕落到3恶道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自私。如果我们没有自私心，那么什么罪业也都没有了。第5个宗旨，不自利。不要为了利益自己而不择手段的去做种种非法或者伤害他人的事情。第6个宗旨，不打妄语，就是说真话，绝对不欺骗他人，说些似是而非的假话。这是万佛城的6大宗旨，我本是为3步一拜所讲的，可是3步一拜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做到多少。在万佛城里，所有的人都是讲这6大宗旨，谁如果能做得圆满，谁就能出3界成佛，而自己做不到的，也不能怨旁人没有帮助自己。我所懂的就是这6大宗旨。无论你做什么，你如果能守住这6大宗旨，就不会造业，这也是成佛的最基本条件。
如果大家都能做到，那么世界就太平了。人与人都不争了，这个世界不就和平了吗？人与人之间不贪，你的我不要，不贪意外之财，大家和平共处，人人都不贪、不求、不争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打妄语，世界自然会和平，永无纷争。各位学佛之人，如果能够真正的把这基本的条件认识清楚，不仅对学佛有很大的帮助，在了脱生死方面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好了，关于生死自由的话题，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